当大胖媳妇儿第一次冲浪，好紧张啊！ Hey brother, hey brother, hey brother, hey brother! Ay, chico bravo! 哎呦我的妈！你是来拉屎的吧？我大意了啊！我婆婆招待了最好的朋友来她家吃猪锅饺子，结果包个饺子把家里现金流给包乱了，现在连超市都进不去。我婆婆最好的朋友奶奥米从加拿大东海岸大老远过来西海岸来找温迪。奶奥米刚来，温迪说说今天立冬，我儿媳妇说今天得吃饺子，你跟我们一起包。结果可怜的奶奥米跟温迪一家包了1个下午，耗时3个半小时，一共包出来17个，就6个能吃。他们到底是咋包的呢？还真是我妈教的。我妈告诉温迪说，包饺子这个事儿哈，一定要有生产线，擀剂子、擀皮儿、塞馅儿、捏饺子，提前分好，流水线得走起来才能快。他们呢真是认真听的，分工无比明确，非常用心，以至于擀剂的时候先擀好了，揉成了数个小面团，放在了饭盒里，万事俱备，准备开包。但是加拿大的生产线它的确不一样啊！注意看，画面里的女人叫小温，她是生产线上第一个上线的人。温迪第一个上来，她依次完成了皮儿、馅儿、皮儿馅儿组装3个步骤。接替她的是她的老公布莱恩，再接下来上场的是她的大女儿，最后上场的是小女儿。然后温迪返场，再从生产线的开端进行循环。我妈说的生产线，它真的滚动起来了，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滚起来的是人，而不是线，而不是线。3个小时过去了，奶奥米连口饺子汤都没喝着，看着外面逐渐黑去的天，奶奥米明白了，这饺子立冬肯定是吃不上了，立春都够呛，给奶奥米饿的呀。当天晚上改签回加拿大东海岸发育区去。温迪还想挽留着你，再等等，怎么不见饿呢？我说温迪啊，人家奶奥米是加拿大极为稀缺的印第安土著，这个血统在加拿大一共没剩几个了，要指你的饺子，那还得少一个，还得少一个。结果我们的温迪晚上在生产线上坚守太久，腿都抽筋了。我说这个年纪女性啊，容易缺钙，要注意保养。给你买了盖尔奇铂金液体钙，钙 DK 配方，这个 VK2 是钙有效吸收关键，小胶囊好吞咽，液体配方吸收也快，补钙不荒废，走遍中国都不累。这都不算啥，最好笑的是啊，温迪听说去年早达在铁岭吃饺的时候吃着硬币了，说这个是发财和幸运的好兆头，他没吃着，还挺遗憾。这次轮到他家包饺子了。他家也都想争这个好彩头，就非要也往里放硬币。家里把所有人的兜翻一遍，一共5块5面值的硬币全放里头了，一共包好30多个，没舍得吃，全冻起来了，留着以后慢慢吃。结果第2天全家去超市，他们都已经上车出门了。尼寇突然说，超市门口那个手推车得往里塞硬币才能用，谁有硬币呀？那我硬币搁饺子里呢，布莱恩说我的也搁饺子里呢。温迪一摸兜，so do I 呀，完了，咱家硬币所有家底儿都搁饺子里呢，都搁饺子里呢。于是马上掉头回家画饺子。布莱恩捧着饺子说，画哪个呀？温迪说，我哪知道啊，咱家也没有吸铁石，那咋整？都画了呗，超市要关门了。最后发现这饺子它包的慢，画的更慢。温迪急性子直接把冻饺子都煎了。但是问题来了，当时塞了5块5，一共找出来4块5，饺子这4个人都吃了。那现在这1块钱的赃款，你猜它到底在哪里？哎，我以前不吐槽我看外国人做饭我着急吗？就不管多简单个菜，都得照着他那菜谱，多少克多少度，一点都不能差。不知道的以为他搁实验室兑药水呢。但是说实话，外国人跟咱学做饭，他也着急。就比如说我老公想跟我奶学烙饼，整个这个工序在他心中就是一套玄学。我奶吧烙馅饼特别好吃，我老公第一次吃我奶烙这个牛肉芹菜馅饼就迷上了，自己整一打。我老公就要拜师，就学我奶这个馅饼里边有什么秘籍。我奶说秘啥籍？没有秘籍，你愿意学，下次我烙出来你在旁边看着呗。我老公当时受宠若惊，马上话就放出去了。很快加拿大西海岸就都知道他要和一个8旬老朽学做东方面点、海城经典、石油世家小排扁。完那个假期俺俩不要结婚吗？就有一个来自休斯敦的朋友就提前就来了，他是美食兼旅行作家，叫 B 猪，咱就叫他 B 猪。
完事他一听说有绝活可以学，他也来了。完他跟我老公俩一人拿小本儿在我在家等着。结果第一步和馅儿就给造懵了。本来不说好的是牛肉芹菜馅儿的吗？完这边牛肉也和好了，也剁好了，就等我爷上早市采购回来带回来芹菜。结果我爷回来的时候呢，带回来的是大白萝卜。完我就听我爷跟我奶说哈，就今天呢早市卖水芹菜这个老聂头没出摊儿，听说是让他媳妇给挠了。但是呢，就老聂头卖水芹菜，别人家都西芹，烙饼也不好吃。我爷一看有新鲜大白萝卜，就买俩。完我爷八卦完之后说的，那咱开始吧。完就搁这开始插他这个大白萝卜丝儿。完这比叔就问我老公，你见过这样的芹菜吗？我老公根本就不认识大白萝卜是啥玩意儿。完说的，我也没见过呀，这啥玩意儿啊？是不是铁岭的芹菜和咱北美的芹菜不是一个品种？完比叔说的啊，那也有可能。但是它这铁岭的芹菜怎么有屁味儿呢？你闻着没？完下一步和面嘛，我奶抱个面袋就过来了，他俩一个帮着我奶操作，另一个拿小本准备搁那记呢，寻思面粉多少克，水多少克，就啥玩意儿都要精准的数据嘛。结果我奶全程就俩字儿：放妥，放妥。给这俩人全看愣了。完事就看我奶就一顿搅和这面，搅和完之后拿大竹盖呱家一扣，告诉他俩完事儿了，现在咱就等面醒。完这功夫我去看一集狄仁杰。完我奶就走了。比叔就问我老公，他说醒面要醒多长时间了吗？我老公说的没有，他又说他要去看狄仁杰。比叔问狄仁杰是谁呀？我老公说的大概就是东方的福尔摩斯吧。比叔又问那东方福尔摩斯知道他烙饼醒面得醒多长时间呢？我老公说，那他好像也得问元芳怎么看。完最让人困惑的是啥呢？就是肉馅它不得放油吗？我爷吧三高，但是他平时呢他就爱吃那个香的，所以我爸呢就想控制他点儿。完往这肉馅里放油的时候呢，我爷不在屋，在卧室里趴着呢。完我爸就小声跟我奶说你少放点油，别整太腻，我爸吃腻了不好。完我奶说的啊行。完我奶不就去看狄仁杰去了吗？我爷搁那屋趴着呢，你别看他平时耳朵背，你一说他啥他肯定能听着。我爷一看一醒面，大伙儿都已经离开厨房了，他就假装起来上厕所，偷摸跑厨房里头抱个大桶往那个肉馅里头倒油，倒完了装没事回去躺着去，躺可能寻思还不够，完又起来偷摸跑厨房里头往肉馅里头倒油，给比叔看的老困惑了，问我老公他爷干什么呢？抱个桶鬼鬼祟祟的。我老公说的我也看着了，好像是倒油呢。比叔问他奶呢？我老公说的还搁里头等元芳呢。比叔我破译了，我知道这道菜的秘籍了。你看你反复问他奶这道菜的秘方在哪儿，他奶都说没有，就是赶着来。但到现在你还没看出来吗？就这种文化现象，我曾经看过一部纪录片，略知一二。听说在西班牙南部和印度某些地区有所渊源。据史书记载啊，有一些食材由于其自身的特殊原因，只适合雄性对其接触和加工，雌性加工会损伤其滋味。你看他家这个带有屁味的这个芹菜，应该就是这么个食材。哎，秘诀就搁这儿呢，结了吗？雄性碰馅儿不碰面，雌性碰面不碰馅儿，加料环节不见光，女子在屋等元芳。